惊天逆转，特朗普称乌军能全胜，反攻时刻已至。特朗普同意北约击落入侵的俄军机。爱沙尼亚将接收英国核武。德法积极备战，扩建医疗中心。莫斯科惊魂24小时，飞机贴居民楼逃生。俄国防部卸下伪装，公开表示要夺取库皮扬斯克，再反推哈尔科夫。克里米亚遭受海王星导弹攻击，报赫尔松州长遇袭身亡。以色列对哈马斯发起最后一击。4万埃及部队陈兵以色列边境。精彩资讯马上开始。9月26日，特朗普在与泽连斯基会面后，其对俄乌战争的立场出现了惊人的180度大转变，甚至都让泽连斯基惊呆了。首先，特朗普在联合国大会上委婉开局，简简单单批评了欧洲继续购买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的行为，并宣称除非这些国家停止购买，否则他不会对俄罗斯采取新的制裁措施。他称欧洲不能一边购买俄罗斯的能源资源，一边与俄罗斯作战，这是一种耻辱。同时，特朗普表示，如果俄罗斯不同意结束战争，华盛顿准备对其征收高额关税。如果说选择施压欧洲只是特朗普口头力挺乌克兰的引子，那接下来的表态才是正戏。特朗普在与泽连斯基会面时盛赞乌克兰，首次强调北约应击落侵犯其领空的俄军机。据综合报道，双方会面时，特朗普表示看起来乌克兰战争不会很快结束，而泽连斯基则告诉特朗普，乌军在过去1个月解放了360平方公里的乌克兰领土，并包围了1000名俄军士兵，同时感谢了特朗普提供 PUIL 机制向乌克兰提供的美国武器。特朗普表示，和平解决的主要进展是俄罗斯经济崩溃的糟糕状态，俄罗斯经济现在处于糟糕状态，正在崩溃。此外，乌克兰在阻止这支庞大的军队方面做得很好。之后，当记者询问您认为北约国家应该将进入其领空的俄罗斯飞机击落吗？特朗普回答，是的，我同意。他强调北约应该击落侵犯其领空的俄罗斯飞机，但没有直接回答美国是否会支持这样的决定。稍后，特朗普还在会见法国总统马克龙时表示，特朗普称他原以为可以凭借与普京的私人关系结束战争，但现在这一切毫无意义。最后，白宫在发布特朗普与泽连斯基会面的照片时配文，他是一个勇敢的人，他正在进行一场艰苦的斗争。显然，特朗普不仅盛赞乌克兰，还对泽连斯基赞誉有加，与之前抨击泽连斯基形成鲜明对比。与此同时，特朗普还通过自创的社群平台 Truth Social 公开宣称乌克兰有能力赢回所有失土。根据英国广播公司的报道，特朗普在贴文中明确指出，他在充分了解乌克兰和俄罗斯的军事与经济情势后，认为如今的俄罗斯经济面临巨大压力，只要乌克兰在欧盟与北约的支持下，就有能力通过战斗夺回整个原有国土并赢得胜利。同时，特朗普断言，普京与俄罗斯正陷入巨大的经济麻烦，现在正是乌克兰采取行动的时刻，并将俄罗斯形容为一只纸老虎。这一次，特朗普言辞变化之大，是火力军没想到。虽然值得高兴，但火力军认为应该谨慎对待。这会不会和普京前一天威胁特朗普安排俄罗斯机构监控美军进攻性武器的举动有关？而且特朗普虽然指出乌克兰可以通过欧盟、北约的支持夺回全部领土，恢复到战争开始时的状态，但这也意味着美国不会参与其中，只会通过向北约出售武器来支持乌克兰。而哪些武器能出售，哪些不能出售，决定权在美国。至于乌克兰能不能夺回领土，则取决于欧洲。如果无法夺回，也是欧洲的责任。特朗普可能正将无法结束战争的责任推给欧洲。至于出售武器，目前 PUIL 机制提供20亿美元，很快再增加35亿美元，离首批100亿美元的目标还远远不够。因此，特朗普是不是真的支持乌克兰夺回全部领土，就要看他接下来的行动了。泽连斯基则在接受福克斯新闻专访时表示，特朗普的贴文同样令他惊讶，但他将其视为美国将与我们同在直到战争结束的正面讯号，更是暗示特朗普立场转变的背后可能与普京多次失信戏耍他有关。泽连斯基说，我认为普京曾多次对特朗普总统说谎的事实，让他和特朗普之间的关系产生了变化。他表示理解美国愿意在战后向乌克兰提供安全保证，但坦言目前尚未有武器、防空系统等援助的具体计划。当然，泽连斯基也在专访中重申，尽管获得了美国总统更强硬的口头支持，但我的国家仍处于非常艰难的境地，乌克兰的士兵们将继续战斗。据 Deep State 数据显示，自今年5月以来，俄军每月仍持续攻占约440至557平方公里的土地。乌克兰前线指挥官们也不断强调，他们在人力与火力上仍持续面临被俄军压制的严峻事实。特朗普宣称乌克兰反攻时刻已至，欧洲和乌克兰第一时间展开行动，前者积极备战，后者同步展开了犀利打击。
俄战机入侵爱沙尼亚领空一事影响还在持续发酵，加上特朗普的态度转变，欧盟和北约做出了强硬回应。据《每日电讯报》披露，爱沙尼亚防长汉诺·佩夫库尔在采访中表示，他们对部署英国的F-35A战机持开放态度。值得注意的是，该战机将携带核武器。目前波罗的海3国都没有自己的战斗机，但北约空军已担当起巡逻任务。显而易见，爱沙尼亚的表态都源于3架俄军米格31战机入侵一事。俄方的这一举动直接触犯了北约第4条机制。北约理事会为此专门召开了紧急会议，北约各大成员国也对此表达了强硬立场。如瑞典防长保罗·琼松就高调宣布，如果俄军战机侵犯该国领空，他们已准备好将其击落。同样持有强硬态度的还有波兰，其外长希科尔斯基在安理会表示，波军将击落任何飞入境内的俄罗斯军机。鉴于历史经历和现实的威胁，波兰可能会比其他欧洲国家都更加清醒。除此之外，成为原无一哥的德国也开启战备模式，并正在规划战争发生后的伤员救治问题。如在德国计划中，其每天可接收多达1000名伤员，同时扩大医院的服务规模，配备更多专门的运输车辆。又或是法国也在计划建设可容纳1万名至5万名伤员的医疗中心，并在港口和机场附近设立医疗站。我们能清晰察觉到，俄乌战争的外溢风险正在持续影响欧洲各国。当然，欧洲各国在扩大军备的同时，也在加大对乌克兰的援助。毕竟，如果没有了基辅挡在前面，他们面对的是更大的危机。乌克兰方面几乎在特朗普转变态度的同一时刻，又对莫斯科发动新一轮的大规模空袭。据开源情报披露，8月23日夜间，莫斯科多个地区遭到了无人机群的密集袭击，且前后传出了至少10起爆炸声。流出的现场画面显示，俄军防空系统被迫彻夜启动，如在斯克尔科沃创新中心，当地居民就发布了开架 S1 工作的镜头；又或是在莫斯科东部12公里的雷乌托夫，有一家停车场遇袭爆炸。对于莫斯科的惨状，俄媒依照惯例声称是无人机残骸坠落引发的火灾，但现实还是该爆炸，该发生大火，而且空袭还再次导致莫斯科各大机场临时关闭，其中就包括俄罗斯最大的谢列梅捷沃国际机场。大量的航班被迫延误或者干脆直接取消，甚至受无人机胁迫影响，俄方一架飞机被迫朝低空飞行，穿越了居民楼。画面中，这架飞机甚至一度距离公寓大楼只有数米，轨迹十分危险。这再次透露出俄乌战争给俄罗斯人带来的影响正越来越大。今年以来，火力军看到最多的新闻，经常是莫斯科的机场已处于经常关闭的状态。截至目前，俄官方只是回应称击落了130架来袭无人机，同时强调俄应急部门正在抵达现场展开救援，但没有披露具体的损失数据，具体情况有待卫星图像更新，我们才能知晓。前线战场，俄国防亲口承认入侵野心。库尔斯克至苏美方向，诺尔报告报道，乌军派出一架苏27战机袭向了俄军阵地，在无人机部队完成侦察后，乌军确定了对方的具体坐标，随即空军出动投掷了2枚制导炸弹。值得注意的是，俄军居然将营地隐藏在了当地一座农场内，饲养牲畜的房屋直接变成了俄军临时基地。想法虽然好，但还是被乌军无人机发现了。随即，乌军对其展开猛烈轰炸。航拍视频显示，俄军营地瞬间扬起浓浓的烟雾，并传出了连续的爆炸和巨响，整个农场的建筑群被毁坏殆尽，就是不知道里面的牲畜怎么样了。与此同时，在边境作战的乌支队发言人报告说，与最近几个月相比，如今俄军的袭击已经疲软，已很难见到其发起坦克和装甲车的集团冲锋。另外，一名隶属于俄北方集团军的军事博主于9月23日呼吁俄军事指挥部应该立刻逮捕俄第128摩托化步枪旅的指挥官亚历山大·波伯科夫，理由是他经常不顾伤亡，发布疯狂进攻命令，导致该旅伤亡惨重。但该博主也称自己的能量渺小，起不到作用，因为俄军事指挥部正在考虑将指挥失败的波伯科夫提升为第44军司令，甚至俄陆军参谋长。库皮扬斯克方向战线没有太大变化，最新的地理定位镜头也只显示乌军夺回了新夫夫基内西部的田野，目前与俄军交战于定居点。同时，乌军还袭击了卢甘斯克博赫达尼夫卡的一个俄军弹药库，其内存放着大量无人机、电池、通信模块和视频发射器，使俄军损失惨重。俄军则正试图拦截E40-19姆至斯洛维扬斯克的高速公路，以使乌军在顿涅茨克的后勤复杂化。值得注意的是，俄国防部居然公开承认要夺取库皮扬斯克，再反推哈尔科夫的战略意图。据战争研究所报道，俄国防部在9月23日发帖承认道，俄军将继续进行夺取库皮扬斯克的行动，并称已完成对当地部分乌军的包围。但截止发文，火力军看来几乎所有战报频道消息都未有任何证据证明俄军包围库皮扬斯克乌军的说法。
不过这并不妨碍俄国防部自娱自乐的吹牛，其声称俄军打算第一步占领库皮扬斯克，第二步利用该机会向哈尔科夫州东部的多个方向进一步进攻，包括楚胡耶夫、伊久姆以及沃夫长斯克，甚至其还规划好了夺取库皮扬斯克后对斯洛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的进攻。嗨，俄国防部真是想得美，不仅打算将两地占领区连接起来，从而建立起普京口中的哈尔科夫缓冲区，还是夺取乌克兰在顿涅茨克州的堡垒地带。只是这样的愿望注定不会实现。如战争研究所2024年2月就曾评估称，俄国防打算夺取库皮扬斯克和奥斯基尔河东岸，又或是2025年7月12日评估称，俄军为建缓冲区，正将沃夫昌斯克附近的行动与德沃里奇纳附近的行动连接起来，但到目前为止根本没有明显变化。而之所以发布这份暴露野心的声明，俄国防部只是为了向俄罗斯社会和前线部队证明，俄罗斯正在进行的夺取库皮扬斯克行动是合理的，不让前线士兵失去作战的信心和勇气。值得注意的是，俄国防部没有提供俄军实现该目标的时间表或最后期限，而该声明的发布也同时破坏了包括普京在内的俄罗斯官员长期以来一直声称俄罗斯只希望控制乌东4州，作为结束战争先决条件的说法。除这4州外，俄罗斯还保留着其他领土野心。回到战场上，红军村方向 ，ABC 新闻援引乌总参谋部的消息确认，乌军仍在多布罗皮蒂亚突出部包围和阻击俄军。根据实时的战役地图显示，乌军1天内控制了 4.7 平方公里的土地，并在 2.1 平方公里的灰色区域内清理、搜捕、歼灭俄军。初步报告显示，俄军在最近一次战斗中的伤亡已经破百，另有11套军事装备被摧毁，其中包括4门火炮系统。俄方还未对上述战报做进一步回应，但这段时间乌克兰对红军村的进攻包围是显而易见的。另外，战争研究所披露，在临近的科斯季扬季尼夫卡方向行动的乌克兰旅的军长9月23日报告说，俄军正在从多布罗皮蒂亚突出部的阵地对顿涅茨克州的主要通道进行无人机袭击，包括 T0514 克拉马托尔斯克至多布罗皮蒂亚的高速公路，以拦截乌克兰的地面交通线。不过，该军事长也补充说，乌军已经切断了俄罗斯在多布罗皮蒂亚突出部的后勤，俄军处境正愈发困难。至于顿涅茨克其他战场，在关键的阿夫迪夫卡战线，有报道称乌军使用重磅武器攻击了俄军的阵地。虽然现在还不确定乌军动用了什么武器，但在流出的视频中可以看到俄方的驻地大楼已被大火所毁，周围一片狼藉，到处都是武器装备的残骸，想来应该是导弹之类的大杀器。南部战场这2天十分热闹。战争研究所援引9月23日发布的卫星图像报道称，乌军袭击了克里米亚维蒂内附近的俄军第40独立指挥和测量综合体，而前一天乌军则动用海王星、无人机等武器打向了萨克斯基区，目标直指俄军第31师的住所。俄反对派媒体奥斯特频道称，俄军第31师的阵地、营房、训练中心乃至食堂大楼都遭到严重破坏，事发时甚至有的士兵还在吃饭，但转眼之间乌军国产的海王星就呼啸而至，精准摧毁了这一片建筑群。与此同时，在沃洛恰夫卡附近，乌军无人机还打掉了俄军的一支车队，并击毁了对方的雷达。而在新菲罗波尔一带，同样有一架无人机击中了俄军的铠甲 S1 防空导弹，导致多名士兵受伤。如今的乌克兰几乎每隔2-3天就会袭击一次克里米亚，当地的俄军机场和军事要员都成为了目标。而最引人关注的莫过于弗拉基米尔·萨尔多遇袭一事。有报道称，他当时正在克里米亚的俄罗斯安全局别墅中，乌军情报将其锁定，接着发动定点打击将其清除。目前这一消息尚未得到俄方的证实，有待进一步确定。如果为真，这将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据悉，萨尔多是乌克兰的叛徒，在俄乌战争爆发后，他毅然决然选择和莫斯科站在了一起，成为俄占赫尔松的所谓州长。现在俄乌双方的媒体都报道萨尔多和外界失去联系，事发当时他还正在参加一个私人聚会。一旦消息确认的话，这应该是乌克兰今年清除的最大一个叛徒。至于对俄境内目标的打击，经乌总参谋部和战争研究所确定，乌军无人机于23日夜间袭击了布良斯克州和萨马拉州主要输油管道沿线的2个俄罗斯线性生产和调度站，燃起的大火和浓烟引得当地居民纷纷驻足观看。预计接下来乌克兰还会对俄能源系统发起持续的打击。受俄乌战争影响，各国都在积极发展攻击性无人机。这不，菲律宾空军研发中心近日就公布了2款自行研发的无人机，并称已具备作战能力。据悉，新公布的2款无人机分别为固定翼设计的空中军用弹药运载机，以及4轴旋翼 FPV 军用航空弹药携带机。其中 AMOC 可用于侦察，并使用炸弹进行打击，是非军首款可投入战斗的固定翼武装无人机。MAOY 则专用于前线部署，可通过第一人称视角精确投放弹药，
也是菲军首款可投入战斗的旋翼武装无人机。菲律宾空军研发中心强调，2款无人机全部研制过程由菲律宾工程师与技术人员自主研发，旨在提升菲律宾军队的作战灵活性。菲律宾空军研发中心也表示，该无人机相较于进口无人机更具成本效益，可有效满足菲军对无人机的需求。好了，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大家认为特朗普是认真的吗？还是另有企图？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我们频道一直在聊真实的军事资讯和武器装备，后台也经常有朋友问，有没有值得推荐的入门级模型？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触到的产品。首先，它的外形还原度做得相当不错，比例准确，武器上的一些关键细节和标识也都有体现，材质也说得过去，拿在手上有不错的分量感。其次，它具备一定的可动性，对于理解基础操作原理有一定帮助，让它不仅是个静态摆件。综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来看，价格确实比较亲民。对于想入门模型收藏，或者单纯想在桌上贴一个摆件的朋友来说，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商品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